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055驱逐舰的领先啊，美国的新驱逐舰计划却难产了。这下子他们要学咱们的小步快跑了。大家好，我是石涛。自从咱们的055大型导弹驱逐舰问世之后啊，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啊。可以说，咱们的055这一次呢，是引领了下一代世界主战舰艇啊，大型主战舰艇这么一个潮流。那055身上所具备的这个大排水量、高度整合的隐身外形，以及这个垂发化的这个武器系统，还有我们说啊平板化啊这个一体化的这些雷达，都代表了世界目前最先进的这个大型作战舰艇的这个水平。那么看在眼里啊，美国海军啊现在是急在心里啊。美国海军虽然仍然是世界第一海军的存在啊，但是它的主力舰艇啊，已经是从技术架构上趋向老迈的这个伯克系列导弹驱逐舰。那么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啊，伯克系列驱逐舰啊，已经把它的这个舰体潜力，把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潜力是挖掘得一干二净了。想要再往上，它的排水量成为了很大的限制，它的动力系统也会成为一个瓶颈。因此美国海军就提出了下代驱逐舰计划，也就是 DDG-X。那么在之前透露出来的方案里面，我们看到 DDG-X 不知道是不是向055致敬很多方面可以说就是大家开玩笑的055A这个 A 就是 American 这个 A 就是美国版的055。不过最近美国海军却发现自己在迈出这个美国版055的这个步子上可能遇到点问题恐怕要扯得跨因此呢，美国海军的相关负责人就提出，目前 DDG-X 的第一步呢，还是要先整合新的舰体与动力系统。那么至于上面的作战系统呢，放到后面去慢慢来。大家一看，这不就是咱们当年在最困难的时期搞的海军舰艇的小步快跑吗？咱们当年为了这个一步步的积攒起咱们海军的力量在052系列的基础上一步步的搞包括了052B 型、052C 型一直到成熟的052D 型。那么在后来在052D 型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才搞出了咱们的055大型导弹驱逐舰。那么现在看来这条道路不仅仅是行之有效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非常脚踏实地的，能够快速形成稳定战斗力的这么一条步伐。反观美国美国在进入21世纪后在舰船的发展上那是出现了大问题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搞出了2型3款华而不实的这个船只。一款是大家熟悉的 DDG-1000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第二款就是它的 LCS 滨海战斗舰计划这2型3款的这个舰艇现在看来都是跑错了歪路的那么在反复的这个借鉴了中国的经验之后呢，美国也终于回到一个更务实的这么一个水平。一方面，美国是要把这个伯克级继续续建下去，毕竟现在最老的伯克级驱逐舰都入役了30多年了，已经面临马上就要退役的这么一个地步。第二呢，美国的这个巡洋舰系列进入到了这个退役的阶段，那么因此呢，美国在目前 DDG-X 还没有着落的这个时候呢，只能说叫捏着鼻子继续的建造这个伯克3型驱逐舰来应急。但是呢，在伯克3型上面呢，美国也不敢过多的堆砌一些新概念、新武器、新雷达，只能是一点点的改，一点点的试避免再次出现朱姆沃尔特以及 LCS 那样的这个拉胯的这种行为。而在下一代驱逐舰上，美军现在看来也是走向了更务实的这么一个做法，那就是先把船体和动力系统搞利索了，再去思考上面的这个5倍的这个改进与升级。当然了，我们要说美国在进步中国海军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军那也是同样的在进步。美国在构思他们的055A 美国版055的时候呢，那么咱们的真正的055A 呢，也是在详细的计划之中。很有可能美国的这个 DDG-X 在建造的时候，咱们的改进型055也开始建造了。因此就会在历史上非常破天荒的出现美国海军的主战舰艇比中国海军的主战舰艇要落后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况出现。更重要的是，它会从根子上击碎美国海军曾经的那种骄傲
这就是我手里的装备是好于敌人、好于其他人的这么一个根子上的他们的一个逻辑。那么如果美国海军的这种信仰啊被动摇，那对未来美国海军的士气啊都影响的都是不可预估的。那么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